说这筹建批文报了快1年了啊，就在工商部、财政部就这么拽。德国化学家瓦尔德说过，这谁掌握了酸，谁就掌握了战争胜利。这都濒临城下了，他们怎么就不着急呢？2个月前不着急，现在他们还能不着急吗？我看这批文啊，很快会下来。很快下来有什么用？那建厂还得好几年呢，急死了！哎，我说，这不是着急的事情，没有万事俱备的好事，很多大事业那都是逼出来的。欧先生说的对，试想，1915年，德国被重重包围，国无宁日，根本没法进口消食制造山，这才逼着把酸做出来。我们现在的局面和16年前的德国是一模一样。好歹我们技术上有了，资金上也有了着落。跳火，让你放下自己的油漆厂来帮我们，真的是为难你了。这是什么话？我本来就是永久黄的人，现在国难当头，我还顾得上我的油漆厂？赶紧把酸做出来，军火上我们才不吃亏啊！范先生，南京财政部实业部的人到了。好，请进来。哎。2年前范旭东山穷水尽的时候，他都不可能要光顾。现在永久黄富能敌国，你能说服他？好好说，他会答应的。现在富人一听说永久黄要钱，都争着往外掏。他是不缺钱的。现在不是钱不钱的问题，我了解范旭东。眼下是国难当头，再不把酸做出来，我们就得亡国了。但愿如你所愿。这果恒和果纯都已经长大了，我倒也省心了。就是妈的身体没有以前硬朗。你跟易先生怎么样？也该要个孩子了。我已经有啦。真的？医生说都3个月了，就是还看不出来呢。太好了，你也要当妈妈了，这下傅先生该高兴了。我爸还不知道呢。半年前他一个人突然去了广州，走的时候跟谁都没有打招呼。他老人家都60几了，他一个人去干什么呀？他只是说有些事情要处理，别的怎么问也不肯说。这傅老先生也应该颐养天年抱外孙了，你得劝他早点回来。我哪劝得动他呀？是啊，我爸该休息了。旭东也做了17年了，也该休息了。来，那这一次你和易先生回来，我这次就是有天大的事儿也得回来。朱总，这位范先生，好，久仰久仰，恭候多时。辛苦。徐东啊，这周维成周先生可是实业部孔祥熙先生的代表啊。范先生，咱们开门见山吧。当前战事不用着急，政府已经派人去东北和冈村宁次谈判了，相信很快就可以停战的。但做酸已经是刻不容缓了。是啊，这南京方面啊已经成立了制酸筹备委员会，希望永久黄加入，而且放眼全国，也只有你们永久黄团体有这个实力。说句心里话，我们判这个批文呢，判了1年多了。这是我们草拟的创建氮气公司的意见书，请你们过目。少改几道工序，这酸就能变成炸药，变成炮弹。技术上呢，黄海研究社的人都已经做好了，绝对不会比洋人差啊。设备我们是在美国看中的，也都没有问题，选好厂址就可以了。都说塘沽卧虎藏龙，今天可是领教了。不过，范先生，你们还有什么困难没有？比如说，没有困难，要说困难就是时间，现在时间太紧，所以一切都得快。这办酸厂是个大项，动辄上千万，这资金可是非同小可。资金呢，资金也不缺。好，
建酸厂资金已经解决了，上海那边还有不少银行商人等着投资呢。资金真的不是问题，现在缺的就是你们盖几个章，下一个批文，我们马上建厂。当然，建酸厂事关重大，现在北方战事正紧，所以我们想把厂址建在南方。那具体的呢，我们怎么了，二位？徐东，是这样子的，是由于怕永久行的摊子过大，你们的资金可能会有难处，所以我们是建议啊，这将来建酸厂的全部资金由宋子文的中国银行来全资承担。对范总经理啊，我们宋先生是仰慕已久了，尤其是你报国远大志向，我们宋先生更是钦佩。所以他不止一次说过，他说像范先这样的人才，应该让他心无旁骛地去做大做强永久行，而不应该让你不妨直截了当地说，宋子文到底想干什么？宋先生的意思是，他做硫酸亚厂的董事长。本来对蒋介石政府稍有改观的心，现在一下就跌到了谷底。宋子文打的算盘，范旭东心知肚明。看来他们这群豺狼虎豹，也不是他要等的，甚至等来的是天大的麻烦。所以范旭东决定提前准备了。我就说嘛，天上不会掉馅儿的。如果我们不接受宋先生的好意呢？那不可能有批文，那就没什么好谈的了。徐董，现在不是谈入不入股的事，而是全中国人都在等着我们自己的酸，我们的炸药跟炮弹。是啊，范先生，你们有技术，有人才，为了争这个酸厂姓什么，就耽误了大事，那岂不是？您把话说反了吧，邹先生。您看看，现在中国实业1/5都归了蒋宋孔陈4家，现在宋先生又美其名曰说救国救民，暗地里是想把天下实业都归在宋家名下。这在别的地方行，在塘沽行不通。可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把我们的炸药跟炮弹都做出来。做出来又怎么样啊？你们去打日本人吗？东北军几10万人丢盔卸甲，你们抵抗了吗？那你眼睁睁看我们亡国吗？照南京的做法，迟早要亡国。如果你不做，将来卜内门和德国公司也会做。随便，我倒要看蒋介石他敢不敢答应。徐董，你有什么条件，你都可以说出来，我们好好的谈。你何必一上来就把话给说死说绝呢？实在是没得可能。20年前，袁世凯铸造新币，他又要粉饰太平，又要中饱私囊，20年了，又从头赚回来了。你们骨子里和他有什么区别？这还怎么谈呢？徐董，你要是真把南京惹急了，这废了你永久皇质检用的延免税，你怎么办？这不是给永久皇找罪受吗？打倒日本军国主义！东北沦陷，华北告急，蒋介石在干什么？在剿共！我们要抵抗，不要分裂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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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李先生，你什么时候说过，宋先生想独自办酸厂？为什么事先不跟我打个招呼？这宋先生有交代，而且这是委员长的意思。那也应该事先通个气儿啊。再有，你不该一开口就说宋先生想当董事长，这是迟早要说的事。都说范旭东是个难啃的骨头，没想到是这么冲鼻子的芥末。要照南京的做法，迟早要亡国。哼，你看他这是当着我面敢说这样的话。委员长明面拿他没办法，暗地里
还不让代理让石恩团要他的脑袋。现在说这些干什么？难道你真想按下他？我们还得靠他建砖厂。查，我让贪污研究署查，这么大的企业，我就不信他17年来那么干干净净。一旦我查出点把柄来，让他们好看。先生您好，我找一下范旭东，请登记。登记。先生，请登记。你快让我进去，我有很重要的事情。在籍也要登记。我跟你说，事情很紧急，出了事情你是负担不起的。登记能耽误你多久？哦，子良，您怎么来了？先别说了，快带我见范先生。走。徐东啊，你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啊？你这反应未免有点太大了吧？哎，你们不是说范先生这10几年来变得老练了、成熟了吗？我看他还跟孩子一样，哦，他就跟炮仗似的，一点就着。我看也是，徐东，酸可不能再拖拉。我说句不该说的吧，都这时候，就算他宋子文控制了中国的化工，那也比我们亡国灭种要强。那我也说一句，你们刚才说的这些道理，我能不懂？小瞧我刚才是在积累筹码。头一次谈判不把对方逼到绝处，那今后怎么讨价还价呀？好你个范旭，行啊！你这现在老练的连我们都猜不透了啊！可这么谈下去，时间耽误不起，所以一定要3条路一起走。条法，恐怕你得马上赶回上海，到浙江银行、上海银行、金城银行、盐业银行借款1200万。永久黄有信誉，这不难。另外，酸厂选址的事儿，恐怕你得多费心，你沿途顺便考察一下。好的，这个我懂。侯先生，对不起了，你得马上启程到美国去购买设备。明天一早我就走，现在我就越快越好。哎，刘部，委屈你们俩了，恐怕你们得陪着我把这出戏唱完。哎呀，你真的是真把我吓坏了。我真是佩服你，佩服得五体投地了。范先生、李先生，你们看谁来了？这位不认识了，范先生，当年把您的实验给搞砸了，又骗您说到上海去给您募银。关元博，范先生回来了，回来了。我是好不容易才说服了宋先生、孔先生，南京才拒绝了英国人，答应永久黄人进入筹委会。这宋先生是独资也好，官商合办也好，官股商股各占多少比例，这什么条件都可以慢慢谈嘛。这他倒好，一提到官股，就说什么照南京的做法只有亡国，这还怎么谈？还有，这委员长最烦、最不愿意听到的就是4大家族，而范旭东老把4大家族挂在嘴边。他要是真把南京给惹急了，这别说是建砖厂，将来盐碱生产都会有困难的。范旭东是个识大体的人，现在大敌当前，建酸厂才是最重要的。我想，他应该不会太计较得失的。那是我在计较得失了，你根本不知道他现在有多偏执。看来现在全世界啊，唯一能说服他人只有爸爸了。爸爸呢？怎么一去广州就不见他回来了？不知道，已经很长时间联系不上他了。说实话，范先生，本来我真的是没有脸再回这个塘沽了，但是知道了这次的事情，我认为我是一定要回来的。你跑这么老远，就是特意要告诉我们部内门的事情？这只是我回来的原因之一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。还有？对，我知道啊，这么多年了，您一直在拒绝关谷，但这次宋子文非同一般啊。
如果你们想拒绝他，我认为有一张牌或许用得上。关先生，你快说。4大家族，4大家族，范先生，您想想，他毕竟不是一个家族，他不可能做到人人事事都一条心。就像这次跟你们谈判，遗书中代表的是财政部长宋子文，而邹维成呢，却是实业部长孔祥熙的人。据我所知，宋子文跟孔祥熙这2个人，在大的事情上，那绝对是一个别空出气，他们都是力挺蒋介石的。但私底下，他们心中都有着自己的小算盘。我有点明白你要说的意思。关先生，喝口水，慢慢说。哎呀，不能慢啊！我有很多事情要赶快跟你们说完。别着急，我这次来啊，没有人知道，我要把情况尽快跟你们说完，然后连夜赶回去。是这样。毒盐案。对，毒烟案。现在要劝阻范旭东，我思来想去，也只有这个办法。如果范旭东坚决不让宋先入伍，这个陈年官司，南京政府随时可以翻出来替老百姓打。蜀中，当年毒烟案的情形你是一清二楚，你现在不是颠倒黑白、栽赃陷害吗？我难道真的要跟范旭东打官司？我只是要逼他松口而已。子英，东北马上就要沦陷了，现在是大敌当前，国难当头，中国必须立刻做出大量的军火炸药来。当此乱世，永久皇也必须找到一个天大的靠山，这才是出路啊！而且我们是不是说过，我们要帮范旭东，让他尽快跳出这火坑？可范旭东是什么人？难道你不知道吗？靠这点嫁祸栽赃的下流手段，就想逼他松口，简直太天真了。南京铁了心要建砖厂，永久皇挡得了吗？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什么毛病不可以挑出来借题发挥？如今是我们不做，南京也会找别人做。现在事情掌控在我手里，我还能控制。要是换了个别人，我们是想护范旭东都护不了。而且你现在是有身孕的人了，这件事情结束后，我们立刻走。这个办法不行。那你有什么更好的办法？永久皇的财物，在我这里过了15年的手。有件事儿，可能连范旭东都不知道。也许只有这件事儿，才能逼他松口。永久皇到底有什么事儿？连范旭东都不知道。以前发愁啊是没人投钱，现在发愁啊怎么拒绝别人投钱。看来做盐、做碱、做酸，样样都得费脑筋。看大事业的，哪有那么轻松的？坚持住，咱们就成。别忘了我托你的那件私事。你放心，一到美国，我就帮你那2个小宝贝儿联系学校。其实啊，他们早就该过去了，这兵荒马乱的，多不安全。好。关元博带来的消息，让范旭东踏实了不少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还是有隐隐的不安。现在，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。蜀中，你得让南京方面答应我2件事儿。只要范旭东能让步，什么事情都可以谈。第一，永久皇团体跟将来酸厂的人事、科研，包括福利都不能变。我难道不是这么想的吗？我不是说你，是说南京。这不难，离了永久皇的人，宋先想做栓是不可能的。第二，南京政府不能借题发挥，为难范旭东一家。如果他们想出国，也不能阻挠。
而且，他当时只是经理，这件事他管不了。任凭他捅了多大篓子，只要宋先生能入伍，都不是问题。这么大事儿，如中，你能做得了主吗？我是你先生，你连我都不信。我不是不信你，我是怕你将来做不了主。你想跟宋先生直接谈，也可以。不仅如此，这件事儿，宋先生得给我出个书面的保证，而且要以他个人和财政部的双重名义。到底什么事？你放心吧，就算范学东不松口，也拦不住宋先生入股永久黄的。好，那我立刻去给宋先生要支线。还有，这件事情千万不让周伟成知道。谁呀？是邹先生吗？是啊，什么事？有人叫我送您一封信。哦。周贤啊，我想了一个办法，说不定啊能让范旭东松口。哦，那明天咱们找他们谈谈。我有事儿，先出席一下。这么晚上哪去啊？还有一个朋友来，要叙叙旧。你先休息吧。哦，休息。这什么意思？范先生今天是有些冲动，他的话您别太往心里去。别打岔，我问你什么意思？这叉的意思就是说，宋先生想要独资办硫酸亚厂这件事情，没有丝毫商谈的余地。这个勾的意思嘛，那就简单了。如果孔祥熙先生有意要参股的话，无论一公一私，我们都可以商量。您笑什么？范先生也是这话。四大家族，四大家族，四大家族是你们喊出来的。孔家、宋家是什么关系？你们还不清楚？这种关系是你们挑拨得了的。我们可没想挑拨孔宋两家的关系。孔宋是铁板一块，都是福讲的。孔宋是不是铁板一块，我们不清楚，我们也没有太多的兴趣。不过坊间倒是有些传闻呐。什么传说？东北沦陷，蒋先生却要剿共，还要对付在广州另立政府的汪精卫。中国没有酸，只能向外国购买军火炸药。南京国民政府一个月的国库收入是1500万，而光军费一项就得花去1800万。行了，你哪儿搜了那么多道听途说？还没说完呢，这加上别的开支，南京国民政府一个月得亏空700多万。宋先生替委员长向江浙财团接山，发的是公债，拿的却是孔先生实业部的财产做的抵押。听说这回孔先生没有打哈哈，在委员长的办公室里发牢骚，两个人争的是面红耳赤。后来好像还挨了委员长一巴掌。信口雌黄，一派胡言。不是一派胡言，传闻，坊间传闻吧。孔宋两家的关系到底如何，那是他们的事情，我们不加揣测，我们就事论事，还说永久化。现在宋先生想要独自办酸厂，目的是什么？目的就是要由金融而实业，由实业而政治。总之，我们希望您传话给孔先生，您是孔先生一手提拔起来的，万一出了事儿，恐怕不太好交代吧。既然你们说这事儿我做不了主，那好，那就听你们的。我跟孔先生汇报了以后再说。好，我们静候佳音。哎，不过要快啊，
国难当头了，耽误不得呀。还没睡啊？傅小姐来过，她怀孕了。她还让你劝我了吧？不是她，是我自己。厂里的事你不说我也知道。你就是再能耐，你能斗得过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吗20年前，也没人相信我能斗得过长芦10大元首。可是那个时候有大哥，有傅先生，有梁先生，还有蔡锷将军帮着你。我现在我有侯先生、孙先生、李先生、陈先生，还有黄海研究社的几10名研究员，全场上千名的技术工人。我们永久黄的队伍可比以前壮大多了。可是对手也变强大了，他强大到你不可战胜。我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吗？只能坚持走下去。万一有个3长2短呢？我、郭恒、郭纯怎么办？听说现在国民党以清剿共产党为名，剪除异己，这代理10人团杀人更是不眨眼。奉军绑票才过了多久？你难道不记得了吗？你们还是去美国吧，好吗？你和妈带着孩子先去美国，听我的。你不走，我们哪里都不去。我不能走，20年了，我离做酸只差最后一步。我走了永久黄怎么办？这条路，我们可以陪你走下去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闯过这一关，就一马平川了。永久黄的出路就清楚了。相信我，相信。真的又要商战了？这次可能更厉害。以前商战我都能闻着味儿，这次闷声不响。这叫什么来着？山雨欲来风满楼。什么德行？念了几天职工学堂，你还读上诗了？还行。傅队士，听说您还是永久黄创业时期的元老，这次回来一定很多感慨吧？永久黄的发展历程极为艰苦卓绝，也很富有传奇色彩。您有空了也给我们讲讲吧。别人钦佩的话语，却让傅子英痛苦不已，因为今天她是一夫人，是傅小姐，而不再是范旭东口中的子英了。一夜之间翻云覆雨，你真有10分把握？放心吧。哦，对了，这宋先生资金已经准备好了，你请孔部长及时准备批文，今天会有结果的。进去。现在是国难当头，酸需要尽快上马。这一点呢，也是我们双方的共识。你们看这样怎么样？咱们各让一步，官商合办。但也不是没有条件的，关谷不得超过4成，不得干涉我们的生产以及科研，硫酸亚厂的选址以及人事安排要由我们来决定。还有管理上
必须遵循永久皇的章程。停！你们这种谈法，宋先生是不会同意的。人事、选址、管理，那都是以后的事。流山亚厂要永久皇来挑担子，但宋先生要独资。你们今天好像不是来谈判的。这还真的被你说对了。我今天本来就不是来跟你们谈判的，我今天是来通知你们南京方面的决定。宋可，范旭东，你别太过分了。你不把我放在眼里就算了，这中央政府你居然也敢不买账？要不是看在你实业报国一片诚心，永久皇不会有今天。你什么意思？这民国5年，9大精研公司曾经犯过毒烟案，这在我印象之中，这件事情后来好像不了了之，到现在还没给国民一个交代。易先生，不管咱们俩怎么争怎么斗，我一直认为你是个堂堂正正的汉子。可我怎么也想不到，为了宋子文，你竟然敢黑白颠倒。那毒烟案是有人故意投毒，你心里不清楚吗？现在不是毒烟案这么简单。这永久皇创办至今17个年头，多少事都在不言之中。政府不查不办，并不表示没有。你们不想听听？子英，你说还是我说？子英。据查实，永利股东李淑一有通共嫌疑。谁？李淑一，其父为共党早期的领导人，已被政府处决。其本人是共党匪首毛泽东夫人杨开慧的密友，与毛泽东也过从甚密。易先生，你不会搞错了吧？我的夫人经手永久皇15年的账目，应该不会有错吧？请你不要信口开河，好吗？这里的一切都是有据可查的。永久皇股东每一个人都在红头账册上有详细的记录。你想干什么？那就请李先生，请出红头账册。侯先生已经去美国进口设备了，资金还望大家尽快汇到花旗银行的专用账户。钱不是问题，随时都可以汇。关键是政府的批文又没有下来。旭东和实业部、财政部的人正在商谈，尽量不用关股，至多退让到官商合办。这里的情况很复杂，也许不能一蹴而就，但肯定也不会拖得太久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们这边不能等，前方的战士还在等着炮弹和炸药呢。可如果没有政府的批文，就是设备到了中国码头，也卸不了货呀。你们要相信范旭东，这么多年，他哪次让我们失望过？好吧，我们金城银行今天就汇款。这李曹堂就是李淑一蛋庄，民国11年9大为了永利借债增股，他就是那时候入股的。委员长，现在正在湘鄂西鄂豫皖鲁剿共，而你们永久皇居然有共党的股份，这我很怀疑，你们到底是谁的企业，赚了钱又向谁输血？这怪不得一听到宋先生要独自建栓厂，便极力的反对。你们将来投产所生产的炸药是给谁送去的？傅小姐，当时您父亲傅先生是董事长，旭东只是一个总经理。就算这个李曹堂他是李淑一，花名册上写的很清楚，他是以个人名义入股的，而且只有区4股，1股都不行。这李淑一能够做暗桩，别的共党就不能做暗桩吗？这永久皇每一个股东都要彻查，这必要时还要查封永久皇。
宋先生以个人和财政部的名义，给我出示了书面的保证，只要酸厂由中国银行独资，有关永久黄的一切，他一个人承担，政府永不再提。一家独资，那将来的酸厂就变成了蒋家、宋家的军火库，这件事没得可谈。这件事情如果闹大了，股东们只会辞退你，到时候换个董事长、总经理，这结果还不是一样？又于事何补？你们好好想一想，这何去何从？对我们永久黄是最有利的。请你不要我们，你已经不是永久黄的人了。还有你，傅小姐，这都说不撞南墙不回头，我看你是撞了南墙也不回头。实话告诉你们，这你们不干，等查封了永久黄，我们还是会跟英国人合作的。既然如此，那我只有通知天津当局了。等等，事情既然谈到这个份上，话就敞开说了。周先，跟这个人没有什么话好说的。你眼前这个人啊，是见了棺材都不会掉泪的。硫酸亚厂，官商合办。范先生，这总可以谈吧？我们刚才不就这么说的？周先，这事情已经解决了，没什么好谈的了。解决什么了？我是第一谈判代表，这是实业部的事儿，宋先生未免干涉太多了吧？这件事儿，我连夜请示了孔部长，孔部长明确表示，实业部要入股，酸厂要官商合办。孔部长还说，酸厂尽快投产，这才是大事，其他别的都是小事。周卫成，你在胡说什么？这是我们自家人的事，别在外人面前丢脸。这是迟早要跟范先生说清楚的。这么大的事，就不告诉我你们财政部眼里还有没有事业部？周先生，有什么话我们回去再说。用不着。什么李树一，什么共党安装，区区4股能说明什么问题？办酸厂是当务之急，其他别的不要节外生枝。孔部长希望宋先生和财政部以国家大局为重。哎，二位，这无论是宋先生还是孔先生，我们一个也得罪不起啊。不过南京到底是什么意见啊？到底是官股独资呢，还是官商合办？我们到底和谁谈呢？我看还是等二位回去商量好了，我们再谈吧。易先生，咱们还要继续在这丢人现眼吗？我知道你很恨我，我没帮你说话。你们现在是南京的人，这么做没错。我只是想帮永久黄找一条更可靠的出路，也帮你挑出后果。有你这么帮我的？啊？我怀着孩子来唐宫，难道就是专门来害你的吗？永久黄也是我的心血。我说了，我们不是在找靠山，是在找出路。就算你现在逼着南京方面退让，日本人要打起来，我们离得了吗？
不要再执迷不悟了。你现在最好的出路，就是带着徐姐姐和孩子们远走高飞。如果你实在不愿意走，就把心思放在科研上，踏踏实实做个书生，不要站在风口浪尖上。你知道吗？你现在做的不是实验，是政治，政治是要流血的。说得好，我做的从来都不是事业，是政治。